我自费为小区所有独居老人免费配发了智能防跌倒手表，它能在识别到佩戴者摔倒后自动拨打120急救电话，并将精准位置发给紧急联系人和我的后台控制系统，第一时间让老人得到救助。周围的居民见状都纷纷夸赞我。小赵，你真是个好人啊！多亏有你的手表，不然老人家要是摔了，没人知道，可就遭大罪了。可才过了1个月，事情就变了样。我刚走到单元门口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尖利的叫喊：赵强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转头看见2楼的邻居大妈李春华一瘸一拐地冲过来，膝盖上包着纱布，她叉着腰，嗓门大的整栋楼都能听见，瞬间吸引了小区的人都来围观。你这个骗子！你发的这块破手表真是个垃圾！昨天我跳广场舞摔了，它一声没吭。我这个膝盖磕在水泥地上，花了3000多块医药费，全是你害的。我盯着李大妈，脑子里闪过1个月前的画面。那天我敲开她家门，把手表戴在她手腕上，教她怎么充电，怎么设置定位。我还特意告诉李大妈，这块手表连着我的手机后台，她摔了我会第一时间收到警报和定位。李大妈当时眼眶都红了，拉着我的手说：小赵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你妈走了，你还想着我们这些老骨头。你妈要是在天有灵，肯定为你骄傲。这才1个月，她就把所有的好与感激忘得一干二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问她：李阿姨，您摔倒的时候手表有没有震动一下？问您有没有事？震什么震？她声音更尖了。我整个人趴地上了，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什么破手表？还说你是什么科技公司顶级设计师？我看你就是个骗子。顶级设计师，我确实是。我在公司干了6年，专门设计防跌倒算法，拿过2个专利。可那又怎样？我连自己的妈都救不了。3年前我妈一个人在家脑梗摔倒，6个小时后我才发现，医生说她要是早2-3个小时送来，根本不会死。从那以后我就发誓，一定要做一款能救命的手表，不为了赚钱，就为了不让别人再经历我的痛。我压下火气，掏出手机，防跌倒手表后台是我自己搭的，服务器放在我家阳台上，所有手表的数据都会实时传到我的计算机系统，不管是摔倒、电量不足还是定位求助，它1秒都不会漏。我搜了李春华的设备号，跳出一行字：电量0%，最后在线时间在5天前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：李阿姨，您的手表5天前就没电了，您摔倒的时候它根本没开机。李春华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，旁边围观的邻居开始交头接耳。4楼的张姨小声说了一句：李大姐，小赵发手表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？要充电啊，不然后台收不到信号。李春华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头冲我吼：那你的意思是怪我？你发手表的时候怎么不提醒我？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。李阿姨，我亲手教了您20分钟，您儿子也在旁边听着。充电器在您床头柜上，包装盒里还有一张说明书，大字写着每周充电1次，没电关机的手表无法报警，无法推送后台，无法发定位，无法呼叫联系人。我这边全程收不到任何信号。旁边有人笑了一声，是物业小陈。李大妈，赵大哥，这手表确实好用，我妈也带了一块。上次她在厕所摔了，手表立马震动，问她有没有事儿，她没回应，手表直接拨了我电话，还发了定位给我。你自己不出电摔了，这能怪谁啊？李春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2楼的张大妈劝李大妈，小赵自己掏腰包给大家发手表，还搭着后台盯着，怎么可能故意害你？可6楼的刘大爷非但不劝，反倒跟着帮腔。谁知道呢？免费的东西谁敢保证没问题啊？你大妈年纪大了，给点钱了事呢。李春华一看有人附和自己，立刻直奔额前主题，还故意往我痛处踩。赵强，你妈当年独居摔倒，你都没看住没守好，害得她送命。你现在拿我们当实验品，出了事儿就想赖账，不赔我3000块医药费，这事儿没完。我内心冷笑，我是专业做防跌倒手表的设计师，产品经得起任何检测。你可以找任何有资质的机构检测，费用我出，查出功能问题我10倍赔偿。李春华一听要检测，当场就怂了，不敢接话。我转身就走，他却一把死死拽住我的胳膊。走，没门儿！今天你不赔我医药费，这事儿就没完。李春华扯着嗓子大喊，故意煽动围观的人。大家都听听，这手表本来就有问题，他自己就是做手表的，故意拿有问题的手表糊弄我们，拿我们当小白鼠试错，出了问题还想赖账不承认，我摔了他就得负责。今天不赔钱，我就闹到派出所。李春华这话一出，一旁的人开始窃窃私语，明里暗里都把矛头对准了我。4楼的张姨大着嗓门，怪不得小超要给我们免费送手表，原本他是要后台采集我们的数据呀，肯定给他的公司省了不少钱吧。6楼的刘大爷连连点头，那可不是嘛，
真要花钱找人做手表实验，一个人少说也得给万把块呢。物业的小陈打着圆场劝我，赵大哥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开公司的，手表数据你也采集了，这点钱你就赔他吧。4楼的张姨走上前，语气带着几分道德绑架。小赵，李大妈也不容易，你也不差这点钱，赔她点儿呗。听着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偏袒，瞬间浇得我浑身冰凉。身为专业的防跌倒手表设计师，我给小区所有独居老人免费配发手表，1分钱不收，就怕有人重蹈我母亲的覆辙。可在这些人眼里，我的好心反倒成了他们恶意讹钱的由头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款手表所有功能都必须在有电的状态下才能正常运作。跌倒报警、后台推送、发送定位、联系紧急接气人，一样都离不开电量支撑。李大妈，是您自己把手表用到没电关机，完全是人为原因，根本算不上设备故障。要我赔钱可以，拿出手表本身有故障的证据，否则别想凭空讹人。李春华被我堵得哑口无言，眼神却变得越来越恶毒。他心里清楚，我的设备没问题，是自己没充电的原因。可李春华却不肯善罢甘休，他心疼自己的医药费，铁了心要逼着我来补上这笔开销。眼看拿不出证据，李春华开始撒泼。你就是个不孝子！当年没守好你妈，现在又来害我们！你妈就是被你叔父害死的，你还有脸在这装好人？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我心口，那是我这辈子最深的痛。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冷得吓人。李春华被我的眼神吓退一步，却依旧撒泼耍赖，一门心思讹钱。说就说，你就是不孝！你要是天天守着你妈，看好她，这能出事儿吗？你现在做手表弄后台，根本就是赎罪，不是好心。反正我摔了，你就得赔钱。周围邻居赶紧拉架，全都故作和气的打着圆场劝我，满是谁闹谁有理的敷衍。2楼的张大妈带着居高临下的口吻：小赵，算了算了，他年纪大了，又摔了跤花了钱，你少赔点，息事宁人吧。6楼的刘大爷也跟着和稀泥。就是，你闹成这样，对你的手表影响也不好。你这帮吃亏是福，赔点钱了事儿，别被他一般见识。物业小陈见状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。赵大哥，我知道你好心，也知道你做的手表靠谱，但他这么闹下去，对大家都不好。要不你就稍微让一步，给点医药费，让他别闹了。周围顿时响起一片附和，他们都觉得我不差劲，这点钱我就该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满心的委屈与愤懑，看向在场所有人，终于问出了憋在心底的话：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免费给大家发手表，根本没安好心，就是想借着这个名义后台采集大家的数据，给自己公司牟利？觉得天底下根本不会有人平白无故做好事。周围一瞬间彻底安静了下来，他们互相看了彼此一眼，却都没说话。不用再被质问，这份沉默就已经道尽了所有人的真。吃相逢，我的心凉了，语气低沉地对着所有人一字一句地宣布：既然大家不珍惜这份免费的安全，反倒纵容这种恶意讹钱的行为，觉得闹一闹就能占到便宜，明天上午9点，我挨家挨户是收回所有已配发佩戴的手表，一块不留。从今往后，这小区任何人摔倒出了事，一概别来找我，我赵强绝不插手半分。我的话一出，周围劝架的邻居当即愣在原地，脸上写满了震惊，全然没了刚才和稀泥的气焰。而李春华脸上的嚣张瞬间烟消云散，整个人仿佛僵住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助理准时到了，他看着1楼改造的中控后台，一脸心疼。赵总，真要全收吗？这后台和手表都是您的心血。我看着助理，语气冷硬干脆，让他全部收完。作为防跌倒预警手表设计师，我比谁都明白这套系统的意义。配发这1个月，手表已经靠自动预警救了4个人。每当有人摔倒，后台都会立刻触发预警，并弹出红色定位。我总能比老人的子女更快赶到现场。可这些人转眼就忘了，只记得附和李春华闹事讹钱。我按下批量停用，屏幕上的绿色光点一个接一个熄灭，整栋楼的安全守护彻底消失。楼上立刻传来李春华的欢呼声。终于收走了，再也不用被这个不孝子盯着了。还是我厉害，一眼就看穿他的假好心。小陈站在我旁边，重重叹了口气。我关上中控室门，把所有嘈杂隔绝在外。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可我没想到，仅仅3天，悲剧就来了。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铃声炸醒，是小陈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赵大哥，快，
2楼的张大妈在家摔倒了，已经晕过去了。我套上衣服就冲出门，心脏狂跳。张大妈是独居老人，我曾亲自为她配发、佩戴手表，调试好后台预警。如果手表还在，她一跌倒，系统立刻报警，后台与我手机同步推送，我绝对能在10分钟内赶到。可现在手表被我收回，后台已经停用。我冲到她家，门被小陈撬开，张大妈躺在卫生间地上，脸色发紫，已经昏迷。救护车赶到，医生摇了摇头，急性脑梗，躺了至少4小时。小陈红着眼哭。赵大哥，要是你的手表还在，后台早报警了。我没说话，心里像被巨石压住。人群里，李春华躲在最后面，脸色惨白，一句话不敢说，生怕厄运会落到他身上。张大妈被送进 ICU， 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。他儿子张建国从外地赶回来，红着眼冲进医院走廊。赵强，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拳头悬在我脸前，我任由他抓着，没有躲。你怪我吧？我的声音沙哑，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是我收回手表的，是我关了后台的，你打，我不还手。张建国愣了一下，拳头缓缓放下，他松开我的衣领，后退一步，眼眶通红。他妈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收手表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妈？她一个人住，你就这么狠心？我看着他一字一句，你多久回来看你妈一次？张建国被问住了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我继续说，你妈戴手表这1个月，后台预警过2次，一次她在厨房滑倒，一次她在客厅绊倒，可你1次都没回来过，你甚至不知道她摔过。2次我都比你们任何人先到，2次她都没受重伤。张建国脸色铁青，攥紧的拳头在发抖。你凭什么收回手表？你凭什么不管我妈？凭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的好心是欠你们的，凭你们纵容李春华讹钱，还觉得我该忍气吞声，凭你们把我当冤大头，出了事全怪我，没事的时候连句谢谢都没有。张建国哑口无言，蹲在地上抱头痛哭。张大妈在 ICU 躺了3天，最终没能挺过来。医生说她摔倒后4个小时内如果送医，存活率超过70%。可她在地上躺了整整6个小时，直到小陈上门收物业费才发现。葬礼那天，小区来了很多人，我站在人群最后面，没有上前。张建国在灵堂前哭得撕心裂肺，一遍遍喊妈。李春华也来了，假惺惺地抹了2把眼。老张姐命苦啊！要是小赵没收回手表，说不定还能救一命。有人附和。是啊，小赵太狠心了，说收就收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就是，他要是大度点儿，赔李大妈那点钱，哪会有这种事儿？我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像被钝刀一下下割着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张大妈的死错在我，错在我没有继续当那个任人宰割的冤大头，错在我没有忍着委屈继续免费守护他们。我转身离开，没有回头，身后传来李春华的尖嗓。大家看，他心虚了，他跑了。我没有跑，我只是不想再待在这里，听这些颠倒黑白的废话。回到公司，我把项目组的同事召集起来。智能防跌倒手表的公益派发计划全部终止，我已经通知了所有的合作方，所有库存手表转为商业销售，定价3999。后台系统不再对任何个人开放，只对接医院和养老机构。同事们面面相觑，项目经理老周犹豫着开口：赵总，这项目您准备了3年，就这么放弃了？我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波澜。不是放弃，是清醒了。我救不了所有人，尤其是那些不想被救的人。老周叹了口气，没再劝。我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删掉了小区后台系统的所有数据。那些曾经闪烁的绿色光点，那些代表生命安全的信号，全部化为乌有。助理敲门进来，递给我一份文件。赵总，小区物业发来函，说希望重新启用后台系统，他们愿意付费。我接过文件，看都没看，直接扔进碎纸机。告诉他们，晚了。我的系统不卖给忘恩负义的人。1个月后，李春华的儿子王磊找到我公司，他在前台闹了一下午，非要见我，我让保安把他带上楼。王磊一进门就拍桌子：赵强，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你把那手表再给她配一个。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。王先生，我们的手表现在对外销售，售价3999，您可以在官网下单。王磊瞪大眼睛：你什么意思？我妈是小区的，你之前不是免费发的吗？之前是公益，现在是商业。你他妈钻钱眼里了！我妈是老人，你就不能免费给她？站起身走到他面前。你妈之前有一块，是她自己用到没电，然后带头闹事讹钱，逼我收回所有手表。现在你想让我免费再给她一块，凭什么？王磊被噎住，脸色涨红。那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妈要是摔了怎么办？摔了打120，或者让你这个当儿子的搬回去住。你天天在外面喝酒打牌，连你妈1周充1次电都懒得提醒，现在来跟我谈孝顺。
王磊恼羞成怒，指着我的鼻子骂。我去告你见死不救！我笑了，笑得冰冷，让他请便。我的律师随时恭候。王磊果然去法院起诉了，案由是见死不救。法院受理后，很快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。法官在判决书里写得清楚，被告赵强与原告母亲之间不存在法定救助义务，其免费配发手表系公益行为，撤回公益行为不构成侵权。王磊不服，上诉2审维持原判。李春华得知败诉，跑到我公司楼下大闹。他举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我见死不救”。他坐在公司门口哭天喊地，引来不少围观。保安要赶他，我摆摆手，让助理搬了把椅子。我坐在公司大厅里，隔着玻璃门看着他。他闹了3个小时，嗓子哑了，腿坐麻了。围观的人散了，记者也没来。最后他自己爬起来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助理问我：“赵总，要不要报警？”我摇摇头，让他闹，闹够了他就明白了。这世上不是谁哭谁就有理，不是谁闹谁就能占到便宜。3个月后，小区又出事了。这次是6楼的刘大爷，独居，80多岁，有心脏病。他在家里突发心梗，倒在客厅，没人发现。第2天邻居闻到异味，报了警。警察破门进去，人已经硬了。死亡时间推断是前一天下午，也就是说，他在地上躺了整整20个小时。如果手表还在，后台会在他倒下的那一刻报警，我会在2分钟内收到通知，5分钟内赶到现场。可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小区群里炸了锅。太可怕了，刘大爷就这么没了。要是小张的手表还在，说不定能救一命。是啊，当初就不该跟着李春华闹，现在好了，2条人命啊！李春华这个害人精，他害死了张大妈，又害死了刘大爷。李春华在群里装死，一句话不敢回。有人艾特小赵，你能不能把手表再发回来？我们愿意交钱。对，我们出钱买，多少钱都行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没有回复。不是我不想救，是我真的累了。我的心被这些人一次次碾碎，再也拼不回去了。第2天，小区业委会主任老陈亲自找到我公司，他提着水果，满脸堆笑。小赵啊，之前的事儿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给你道歉。你看能不能这样？我们小区集体采购你的手表，1户1块，价格你定，1户1块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淡。陈主任，我的手表现在只对接医院和养老机构，不对个人销售。老陈急了，小赵，你别这样，大家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张大妈和刘大爷的事儿，给我们敲了警钟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充电，一定配合你。我摇摇头，不是充电的问题，是人心的问题。你们今天说知道错了，明天有人摔了，还是会怪我手表不好，还是会讹我赔钱。我赵强不是圣人，我经不起第2次。老陈还想再劝，我起身送客。陈主任，请回吧，我的手表不会再进那个小区。老陈走后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城市。3年前，我妈倒在家里的地板上，6个小时后我才到。那6个小时，她该有多冷、多疼、多绝望。我发誓要做一个能救人的东西，不让任何人再经历那种等待。我做到了，手表救了4个人，后台预警了无数次。可我没想到，救人的东西最后成了被人讹钱的把柄。我没想到，好心会变成驴肝肺，善意会被当成软弱。手机响了，是陈建国，他的声音沙哑，像是很久没睡好。赵强，我妈的事儿，我不怪你了。我看了法院的判决，也看了你公司的声明，我知道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这个当儿子的不孝，是我没照顾好我妈。我给你打电话，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握着手机，沉默了很久。张建国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该道歉的人是你妈。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哭声，我挂了电话，眼眶有些酸。半年后，我的手表在医院系统里全面铺开，全国37家3甲医院、120家社区医院都接入了我的后台系统。医生们反馈很好，说预警准确率高，响应速度快，救了不少独居老人的命。我的公司也越做越大，从10几个人发展到200多人。助理告诉我，那个小区又来找过几次，都被前台挡了回去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问。有一天我在医院做系统维护，遇到一个老太太，她拉着我的手，眼眶红了。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！上次我在家摔了，手表立马报警，医生比儿子还先到。要不是你这东西，我这条老命就没了。我看着她，想起我妈，如果当年有这样的东西，她是不是也能活下来？我拍拍老太太的手，笑了笑。阿姨，您好好保重身体，这手表会一直守着您。又过了2个月，我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是从那个小区寄来的，字迹歪歪扭扭。之前李春华闹事的时候，我帮你说了一句话，后来被他骂了好几天。手表收回后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张大妈和刘大爷的事儿，我难过了很久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错了，可最该认错的人是李春华。他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还在小区里骂你黑心。小赵，你别管他，
你做的对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妈会为你骄傲的。我看完信，眼眶湿润了。我把信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张姨说的对，我妈会为我骄傲的。我不是不孝子，我只是不想再当那个任人欺负的傻子。1年后，那个小区出了第3起独居老人意外死亡事件。这次是3楼的老周头，80岁，有糖尿病。他在家低血糖晕倒，撞到了茶几角，失血过多。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2天。新闻报了，标题是独居老人接连离世，社区安全谁来守护？记者采访了小区业主，有人对着镜头哭诉。我们小区以前有个小伙子，免费给老人发防跌倒手表，后来被一个老太太讹钱，他就把东西都收走了。要是那手表还在，老周头说不定能活。都怪那个老太太，她害死了3个人。镜头扫过人群，李春华躲在后面，用围巾遮住脸，可我还是认出了他。他的背驼了，头发白了一大半，看起来老了很多。记者想采访他，他推开话筒，落荒而逃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是李春华，他的声音没有了往日的尖利，只剩下疲惫和哀求。小赵，我求求你，给我一块手表吧。我最近老是头晕，我怕哪天摔了没人知道。我给你钱，3000、5000都行，你卖给我一块吧。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。李阿姨，我的手表现在只对接医院，不对个人销售。您要是担心，可以让您儿子带您去医院检查，或者搬去养老院。李春华哭了，哭声里带着恐惧。小赵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讹你，不该骂你，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原谅我吧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李阿姨，您不用求我原谅，您该求的应该是张大妈、刘大爷和老周头。我挂了电话，把他的号码拉进黑名单。不是我心狠，是有些错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。3年后，我的公司上市了，智能防跌倒手表成为全国医院标配，救了几千条人命。上市那天，我站在交易所的舞台上，看着下面的人群，我想起了我妈，想起了张大妈，想起了那些被我收回手表的日子。记者问我，赵总，您做这一切的初心是什么？我看着镜头，一字一句。3年前，我妈一个人在家摔倒，6个小时后我才到。医生说她要是早2-3个小时送来，根本不会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发誓要做一款能救命的手表，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不让别人再经历我的痛。可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善意需要被珍惜，好心不能被践踏。我的手表只给懂得珍惜的人。台下掌声雷动。又过了5年，我收到消息，李春华死了。他是在家里摔倒的，脑溢血。他儿子王磊3天后才去看他，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发臭了。我听完没有说话。助理问我，赵总，您难过吗？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不难过，只是遗憾。如果他当年懂得珍惜，如果他当年知道感恩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妈忌日那天，我去给她扫墓，放下手中的花，我用手帕轻轻擦去她墓碑上的灰尘。妈，我做到了，您的儿子没有让您失望，我救了很多人，也学会了很多。您教我的善良，我一直记着，但我也学会了，善良要有底线，好心要有锋芒。风吹过，菊花轻轻摇曳，我仿佛看见我妈在笑，笑得温柔而骄傲时。我站起身，转身离开，身后夕阳把墓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知道这条路我还要继续走下去，不是为了赎罪，是为了让更多人不再经历那种等待。回到公司，助理递给我一份文件。赵总，有个新项目，是关于独居老人社区综合安全系统的，对方希望我们能免费提供技术支持，覆盖全国所有老旧小区。我接过文件翻了翻，对方是什么背景？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实施，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国家级公益项目。我合上文件，沉思片刻，直接答应了。助理愣了一下，赵总，您之前不是说不再做免费的公益了吗？我看着窗外，城市灯火通明。之前是被人讹，这次是国家的项目，有制度保障，有法律兜底。而且，这不是给某个小区做的，是给全国所有独居老人做的。我妈的事不能再发生了。助理点点头，转身去安排。我坐在椅子上，闭上眼睛。3年前，我在那个小区收回手表的时候，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。可事实证明，善良不会因为几个坏人就消失，他只是学会了保护自己。项目启动那天，我去了现场，是一个老旧小区，和我妈住的那个很像。老人们围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期待和感激。一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小伙子，听说你这东西能救命。我笑着点点头。阿姨，您放心，这手表会一直守着您。您要是摔了，医院比您儿子还先到。老太太笑得眼睛眯成一条那感情好，我儿子在外地，1年回不来2次，有这东西，
我心里踏实多了。我看着他，想起张大妈，想起刘大爷，想起老周头。如果当年他们也能有这样的保障，是不是就不会走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里的酸涩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破坏这份善意，因为这一次有国家在背后撑腰，项目推进的很顺利。1年内，全国3万个老旧小区接入了智能防跌倒系统，后台数据显示，系统预警了12万次摔倒事件，成功挽救了8000多条生命。民政部给我颁发了公益勋章，记者们蜂拥而至。采访里，有人问了我一个老问题：赵总，您当年在那个小区收回手表，后悔吗？我看着镜头笑了笑，不后悔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。他教会我，善良不是无底线的付出，好心不是任人宰割的软弱。他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公益需要制度保障，需要法律兜底，需要让好人不再寒心。如果当年没有那件事，我可能还在无底线的付出，直到把自己耗尽。所以我不后悔，我感谢那件事，感谢他让我成长。采访播出后，那个小区有人在网上给我留言：赵总，我是当年小区的一员，这些年我们小区又走了好几个独居老人，每次出事，大家都会想起您，想起您的手表。李春华死后，他儿子王磊搬走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对不起，当年我们错了，谢谢您，没有因为我们就放弃所有老人。我看着这条留言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回复了2个字：加油。不是原谅，是放下；不是忘记，是前行。又过了几年，我妈的忌日，我再次去扫墓，墓碑前对人性的深刻反思。助理问我：赵总，您现在这么成功，最感谢谁？我想了想，说：感谢我妈，她给了我生命，也给了我使命。感谢李春华，他让我学会了保护自己。感谢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依然相信我的人，也感谢我自己，没有因为一次伤害就放弃整个世界。我回答完助理的问题，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，窗外是这座城市的天际线，高楼林立，车流如织。20年了，从我发誓要做一款能救命的手表，到现在公司上市，产品覆盖全国，这条路我走了整整20年。助理在身后轻声问：赵总，下午还有个会，是关于新一代智能预警系统的，您要亲自参加吗？我点头，去，必须去。新一代智能预警系统是我花了3年时间研发的核心技术，它不再是简单的摔倒检测，而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老人的步态、心率、血压、睡眠质量，提前预测摔倒风险。简单说，老一代手表是在老人摔倒后报警，新一代手表是在老人摔倒前预警。这个技术如果成功，可以把独居老人的意外死亡率再降低70%，我志在必得。下午的会上，技术总监老方汇报了最新进展。赵总，AI 模型已经完成了10万组数据的训练，预测准确率达到了92%，但还有8%的误报率。也就是说，每预测100次摔倒，有8次是虚惊一场。这个误报率会不会影响用户体验？我沉思片刻，误报总比漏报好，但我们要尽量降低误报，不然老人会烦，最后把手表摘了。继续优化模型，3个月内把误报率降到5%以下。老方点头，又犹豫了一下。赵总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家竞争对手，叫安心科技，他们也推出了防跌倒手表，价格比我们低1半，广告铺天盖地。他们的创始人叫沈万军，以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，后来自己出去单干了。他在媒体上公开说，我们的技术已经过时了，他们的 AI 算法比我们先进10倍。我愣了一下，沈万军我认识，5年前他确实在我们公司做过半年技术顾问，后来因为理念不合辞职了。没想到他出去后成了我的对手。助理把手机递过来，屏幕上是一篇采访报道。记者问沈万军：您如何看待赵强公司的智能防跌倒手表？沈万军笑得轻蔑：赵强，他就是个做公益的，不是做产品的，他的技术还停留在摔倒后报警的阶段。
我们的技术已经能做到摔倒前预测了，而且他的手表卖3999，我们的只卖1999，一半的价格，双倍的功能，消费者不是傻子，自然会选。我看着这篇报道，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。助理问我：“赵总，您不生气吗？”不生气，他说的有一半是对的。我的技术确实还停留在摔倒后报警，因为新一代还没上市，但他的技术能不能做到摔倒前预测，我很怀疑。他在我们公司做顾问的时候，连最基本的步态分析算法都没搞明白，怎么可能半年内就做出比我们还先进10倍的 AI？ 我让人去买了沈万军公司的产品，亲自测试，3天后结果出来了。老方拿着测试报告，脸色很难看。赵总，他们的手表确实有步态分析功能，但准确率只有37%，而且他们的摔倒检测算法灵敏度调得特别高，稍微抖一下手腕就报警。我们测试了50次，有38次是误报。最要命的是，他们的电池续航只有1天，老人根本来不及充电。我把报告放下，沉默了片刻。沈万军这是在拿老人的命开玩笑，把测试报告整理好，发给媒体，让消费者知道真相。老方犹豫了一下，赵总，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在打压竞争对手？不是打压，是揭露真相。他卖便宜货我不反对，但他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，让老人以为戴了他的手表就安全了，实际上根本不安全，这是谋财害命。我妈的事不能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测试报告发出去后，沈万军急了，他在网上发了一篇长文，标题是“赵强，你凭什么打压国产科技新秀？”文章里说我是行业霸主，利用市场地位打压小公司，说我故意抹黑他的产品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利润。他还说我做公益是假，赚钱是真，免费配发手表是为了收集老人的健康数据，卖给保险公司牟利。这篇文章被大量转发，评论区吵翻了天，有人支持我，赵强的手表救过我奶奶的命，我信他。沈万军的东西我买过，确实不行，一天一充，老人根本记不住。也有人骂我，赵强就是个伪君子，做公益是假，垄断市场是真实。他的手表卖那么贵，还不让别人卖便宜的，吃相太难看了。助理问我，赵总，要不要起诉沈万军诽谤？我摇头，不起诉，让他说，真相不是靠打官司赢的，是靠事实赢的。等我们的新一代产品上市，用数据说话。新一代产品的研发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。为了采集更多数据，我决定亲自去一个地方，全国最高端的私人养老社区，名叫天境蓝湾。那里住着300多位富豪老人，平均身家过亿。他们有的是退休的企业家，有的是知名学者，有的是前政府高官。他们用着最好的医疗资源，请着最贵的私人医生，可他们的安全状况和普通老人一样脆弱，因为再贵的私人医生也不会睡在他们床边。周院长帮我联系了天境蓝湾的运营方，对方同意我进去做试点，免费给老人配发新一代手表。但对方也提醒我，赵老，我们这里的老人不太好伺候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笑了，我伺候过比他们更难伺候的人，没事儿。我住进了天境蓝湾，和之前疗养院不同，这次是作为技术提供方入住，运营方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，我把后台系统架在房间里，和公司服务器联网。第一天我去走访住户，第一个拜访的是82岁的孙鹤亭，退休前是某省首富，做房地产的。他住着天境蓝湾最大的独栋别墅，院子里停着3辆豪车，客厅里挂着价值上亿的名画。我敲门进去，他正坐在沙发上喝茶时，旁边站着2个保镖，一个保姆，一个私人医生。他看见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倨傲。你就是赵强，做手表的那个。听说你想给我免费配手表，我不要，你走吧。我还没开口就被下了逐客令。我笑了笑，孙老，您不要没关系，我不强求，但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？孙鹤亭不耐烦地挥挥手，问吧问吧，快点。您上次体检是什么时候？孙鹤亭愣了一下，转头看私人医生。私人医生连忙说，孙总，您上周刚做过全面体检，各项指标都很好。我点点头。那您上次摔倒是什么时候？孙鹤亭脸色一沉，你什么意思？咒我摔倒？不是咒您，是提醒您，体检只能查您身体的指标，查不了您摔倒的风险。您的私人医生不会24小时盯着您，保镖也不会在您上厕所的时候跟着您。您要是半夜在卫生间滑倒了，喊破嗓子也没人听见。孙鹤亭脸色变了变，没说话。我站起身，把一块手表放在茶几上。孙老，手表我放在这里，您要是有兴趣就戴上，没兴趣就扔了，我不介意。但我告诉您一件事，我这块手表能预测您摔倒的风险，提前10分钟预警。10分钟够您的保镖从楼下跑上来了。说完，我转身走了。第二天，孙鹤亭的保姆来找我，赵老，
孙总让我来拿手表，他说他想试试。我笑了，把手表递给他，告诉他要充电，要戴在左手腕上，不要摘。保姆点头走了。第3天，后台显示孙鹤庭的手表数据异常，他的步态分析显示走路时重心偏左，步幅不均匀，摔倒风险指数78%。我打电话给孙鹤庭的私人医生，孙老的右腿可能有问题，建议做个详细检查。私人医生将信将疑，但还是安排了检查。结果出来，孙鹤庭的右膝关节有轻度骨裂，他自己都没感觉到。如果再拖几天，随时可能在走路时突然断裂，导致摔倒。孙鹤庭知道后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然后让保姆给我送来一瓶茅台，附带一张纸条。赵老弟，谢谢。我收下茅台，回了张纸条，不用谢，把手表戴好就行。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孙鹤庭这样，试过之后就知道好。天境蓝湾里有一个比我更难缠的人，他叫顾长风，76岁，退休前是知名投资人，管理过几百亿的资金。他住在我隔壁，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手里总拿着一本《穷查理宝典》。我第1天去走访的时候，他连门都没让我进，隔着门对我说：“赵强，你不用费口舌，我不会戴你的手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相信免费的东西。你免费给我手表，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，要么是我的数据，要么是我的钱，要么是我的名声。我做了一辈子投资，太清楚这个道理了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”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顾老，您说的对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但我的午餐不是给您吃的，是给那些愿意相信我的人吃的。您不信我，我不怪您，但请您也不要妨碍我帮助别人。”门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传来一声冷哼：“随便你。”顾长风不仅自己不信我，还到处跟其他老人说我的坏话。他在餐厅里，在棋牌室里，在花园里，逢人就说：“你们别被赵强骗了，他这是钓鱼，先免费后收费，等你们离不开他的手表了，他就开始宰你们了。”我做了一辈子投资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他这种套路我见多了。有些老人被他忽悠的犹豫了，本来想戴手表的，又不敢戴了。运营方负责人来找我，一脸为难。赵老，顾老是这里最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一句话顶我们100句。他要是一直这么闹下去，我们的试点就没办法做了。我沉思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没关系，让他闹，等他闹够了，摔了，就知道怕了。”负责人苦笑：“赵老，您这话也太狠了吧？万一他真摔了怎么办？”他摔了，我的手表现在就能预测到，我会提前10分钟去救他。他不是不信我吗？那我就用事实让他信。顾长风闹了整整1周，1周里有20多个老人因为他的话拒绝了我的手表。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解释，只是默默地把手表给了那些愿意相信我的老人。120个愿意戴的，180个不愿意戴的，比例大概4比6。我每天盯着后台，看着那些愿意戴手表的老人的数据，步态、心率、血压、睡眠，一切正常。直到第10天，后台突然弹出一条红色预警，不是顾长风的，是另一个老人的，32号楼的秦院士，84岁，著名物理学家。后台显示他的步态异常，摔倒风险指数94%，预计在未来4小时内发生摔倒事件的概率极高。我立刻打电话给秦院士的保姆。秦老现在在哪里？在书房看书。你马上进去看看他，注意他的腿，可能要摔。保姆跑进书房，看见秦院士刚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腿一软，整个人往前栽。保姆冲过去扶住了他，没摔着。秦院士惊出一身冷汗，问我：“赵强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摔？”您的手表检测到您的步态异常，提前预警了。建议您去做个全面检查，可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。秦院士去做了检查，结果发现是小脑萎缩的早期症状，如果不及时干预，半年内可能无法行走。他戴着手表，握着我的手，眼眶红了。赵强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的命。不是救您的命，是救了您的腿。您要谢就谢您自己。您愿意相信我，愿意戴这块手表。秦院士的事在天境蓝湾传开了，那些本来犹豫的老人纷纷来找我要手表。短短3天，180个不愿意戴的，有150个主动来要了，只剩下30个，以顾长风为首，死活不肯戴。顾长风看到这个局面，脸色很难看。他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，故意把声音放大，说给所有人听。秦院士那是运气好，碰巧了，跟赵强的手表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这些人太容易被忽悠了。一个案例就把你们全收买了，真是丢人。有人看不下去了，反驳他：“秦院士，这事儿是真的，手表提前预警了，保姆都作证了，您怎么还嘴硬？”顾长风冷哼一声：“一个案例说明不了什么，统计学上叫幸存者偏替，你们不懂，我不怪你们，但你们不要被赵强当枪使。”我正好端着餐盘经过，听到这句话停下来。顾老，您说我是骗子，我认了；您说我在钓鱼，我也认了。但您能不能告诉我，等您摔了的时候，您准备怎么自救？顾长风脸色一沉：“我身体好得很，不会摔。
再说我有私人医生，有保镖，用不着你的破手表。我点点头，那祝您永远不衰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顾长风摔了，而且摔得很重。那天晚上他在家里洗澡，浴缸里滑倒，后脑勺磕在瓷砖上，当场昏迷。他的保镖在楼下客厅里打盹，没听见。他的私人医生早就下班回家了。他的手机在卧室里，够不到。他在浴室的地上躺了整整40分钟，才被企业的保姆发现，送到医院，脑震荡，颅内轻微出血，住院半个月。我去医院看他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头上缠着纱布，脸色苍白。他看见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说了一句：“赵强，你赢了。”我坐在床边给他削了个苹果。顾老，这不是输赢的问题，我跟您之间从来没有输赢，只有一个目标，让您安全。您不信我，我不怪您，但您不能因为自己不信，就让别人也不信。那些因为您的话晚了1周才戴上手表的人，那1周里要是出了事，您负得了责任吗？顾长风沉默了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声音沙哑：“赵强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您的手表还有吗？给我一块我戴，我信您。”顾长风出院后变了个人，他不再逢人就骂我，反而开始帮我宣传。他在餐厅里，在棋牌室里，在花园里，逢人就说赵强的手表是真的好，能预测摔倒。我在医院就想明白了，要不是我当初嘴硬，也不至于摔这一跤。你们一定得戴，这玩意儿能救命。他甚至还自掏腰包，给天境蓝湾里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老人买了10块手表，免费送给他们。运营方负责人笑着对我说：“赵老，您真是了不起，连顾长风这种人都能被您感化。”我摇摇头，不是我了不起，是事实了不起。事实胜于雄辩，真理不怕质疑。他质疑我，我不生气，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真相会替我说话。新一代产品在天境蓝湾试点3个月，效果惊人。120块手表成功预警了43次摔倒事件，其中17次是提前10分钟以上预警，避免了老人受伤，没有一例漏报，误报率只有3%，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。我把这些数据整理成报告，公开发布，媒体疯了，标题一个比一个夸张。赵强再创奇迹 ，AI 预测摔倒准确率高达97%，智能手表提前救人，独居老人死亡率骤降70%。从摔倒后报警到摔倒前预警，赵强引领行业革命。沈万军坐不住了，他在网上发了一篇更长的文章，标题是“赵强，你的数据是假的”。文章里说我的测试数据造假，说我收买了天境蓝湾的运营方，说我的手表根本没有预测功能，只是运气好碰上了几次。他还说他已经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了我，要求对我的产品进行第三方检测。助理问我：“赵总，怎么办？”不怎么办，让他举报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了，我们配合检测。该测的测，该查的查，身正不怕影子严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真的来了，他们带了20块新手表，随机抽取了20个志愿者，进行了为期1周的实地测试。测试结果出来那天，沈万军亲自到场，他坐在会议室里翘着2郎腿，胸有成竹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人宣读测试报告：经测试，赵强公司送检的智能防跌倒手表，摔倒检测准确率99.2%，摔倒预测准确率94.5%，误报率3.1%，电池续航120小时。所有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，部分指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。测试结论：产品合格，不存在虚假宣传。沈万军的脸一下子白了，他站起来拍桌子：“不可能！你们的测试一定有问题，我要重新测！”负责人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沈先生，我们的测试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，全程录像，第三方监督。如果您有异议，可以申请行政复议。”沈万军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：“沈总，5年前你离开我公司的时候，我对你说过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沈万军愣了一下，摇摇头。我当时说，技术不是靠嘴吹出来的，是靠手做出来的。你今天可以质疑我，可以举报我，可以到处说我坏话，但你不能改变一个事实：我的手表救了人，你的手表害了人。我建议你把那37%的准确率提上去，把电池续航从1天改成1周，再来跟我比。沈万军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转身摔门而去。沈万军不服输，他开始在媒体上疯狂攻击我，说我利用公益垄断市场，说我打压国产科技新秀，说我是一个伪君子，真伤人。他甚至雇了一批水军，在网上刷我的黑料，说我当年收回手表害死了张大妈、刘大爷、老周头，说我是杀人犯。网上吵得更凶了，有人挺我。赵强的手表救了我爸，他就是好人。沈万军的东西我用过，垃圾。1天1充，误报不断。也有人骂我，赵强就是伪君子，做公益是假，赚钱是真。他当年收回手表害死3个人，这就是事实，洗不白的。助理气得发抖。赵总，起诉沈万军吧，他这是诽谤。我摇头，不起诉，让他骂。真相不是靠官司赢的，
是靠时间赢的。沈万军的公司真的倒闭了，而且比我预想的快得多。仅仅半年后，安心科技就传出了资金链断裂的消息，原因是产品退货率太高，67%的消费者要求退款，加上虚假宣传被罚款，供应商断供，员工集体辞职。沈万军最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只有一句话：我输了，赵强，你赢了。我看完没有高兴，也没有难过。助理问我，赵总，您不同情他吗？不同情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老人的命放在心上。他做产品不是为了救人，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打败我。这种出发点注定做不出好产品。我妈的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做公益也好，做商业也好，初心不对，什么都对不了。新一代产品正式上市那天，我开了发布会。